中国力挺冲绳人民拒绝沦为战场，琉球地位未定论，重击日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日本准备武力介入台海，不断将琉球列岛军事化的背景下，被日本吞并了140多年的琉球民众终于开始发声了。近日，日本冲绳县议员代表团向日本内阁的日本防卫省和日本外务省递交了和平外交意见决议书，呼吁日本政府不要让冲绳沦为战场，而应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和平解决问题。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琉球新闻曾报道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即将访问中国的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以冲绳县知事举行了闭门会谈，主要的议题就是反对将冲绳战场化，也就是希望冲绳人民拒绝日本政府推动的将冲绳列岛军事化的战略。串联起来看，两件事发生的逻辑非常清晰。中国力挺冲绳人民追求和平的战略浮出水面。冲绳县议员表示，日本政府过度强化防卫和军事力量，让我们感觉到冲绳有再次沦为战场的危险。冲绳被日本吞并之后，在二战时被当时的日本政府作为弃子和炮灰。1945年冲绳战役，高达1/4的当地民众死亡，成为太平洋地区最血腥、最惨烈的战场。战后，冲绳又变成了美军驻日本的最大军事基地，美国驻军引发的安全事故、飞机噪声、环境污染及犯罪事件层出不穷，几代冲绳民众持续抗议卫国。冲绳人民的反抗到了日本政府那里只会是不了了之，因为将冲绳列岛军事化是美日共同推动的结果。按照二战结束时中美苏3个战胜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日本领土仅限九州、本州4国和北海道4个岛屿，琉球群岛不属于日本。现在美军将琉球列岛私下交给日本管理，就是美国私售给日本的殖民地。或者说，现在的日本冲绳县虽然还不能说是琉球国，但是也存在着地位未确定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中国在推动冲绳人民避战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微妙的。首先，我们可以用冲绳和平来反击日本的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日本现在动不动就提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无非就是为其军事干涉台海事务制造借口。但是如果他真的敢干涉台海事务，可能就会给冲绳人民带来灾难。日本还在国际社会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无非就是害怕中国统一，玩的就是道德绑架的套路。而中国则可以强调冲绳和平的重要性，而且鼓励冲绳民众保护自己不被卷入战争的权利。从打舆论战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招妙棋。其次，让冲绳人民明白台湾问题与冲绳无关，对中国争取冲绳民众的好感度非常重要。我们抛开琉球群岛在历史上是中国藩属国不谈，现在的冲绳民众需要认识到，中国统一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反而有利于琉球独立事业。道理很简单，中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军的影响力相对降低，日本对冲绳的控制力也就会逐步下降。冲绳民众对中国的好感越来越高，未来追求独立的意愿也就越来越强。这个道理该懂的都懂。最后，鼓励冲绳人民战略自主，虽然不等于推动琉球独立，但是它能扩大冲绳地位未定论的影响力。很多人认为现在推动琉球独立的时机成熟了，这恐怕与现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美军将冲绳交给日本治理之后，美国等于推翻了波茨坦公告关于日本领土范围的约束，这与国际社会所认可的琉球是一个国家还差得很远。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鼓励冲绳人民站起来抗争，反抗美国驻军，反抗日本将琉球列岛军事化。
这要远比直接推动琉球独立更有价值。总体而言，冲绳人民向日本政府已经递交了和平外交意见决议书，从本质上看，就是反对日本武力干涉台海，将琉球列岛军事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民和冲绳人民的利益是共同的，以后的合作潜力非常大。虽然现在还不是推动琉球独立的时候，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扩大冲绳地位未定论的影响力。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